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靠近哈，新恋人靠近哈。那今天找了3张比较有古典气息画风的牌哈，你看一下哪一张的共感比较强？它的画面细节比较复杂哈，所以小图可能看比较不清楚，你可能要放大来看哈。好，那如果要看决点，记得按下暂停，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1号牌来，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靠近后，这个题目很常出现啊，非常常出现哈。但没关系，我们每一次都去寻找一下新的讯号或是重复，记得。重复的讯号很重要哈，你看了不同的影片，选了不同的内容，会有重复的讯号。那重复的讯号出现的话，那就表示你最接近那个哈。如果你要以一个比较意识的角度来说的话，重复的讯号出现的时候，你的本能跟你的无意识状态、个人无意识状态会自己趋向于走向那里。好，自己会趋向于走向那里，所以听到那一个重复的讯息很重要哈。来，那比较特别，我们这一组直接先翻时间，好，我们每一组都是不同的方法翻讯息了，好，看看我开始的时候第1分钟的灵感，好，看他那个直觉，他要我去做哪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先翻时间，可能会缩小跟缩限一下范围啦，那没关系，我会在很好的基础之下，帮你们尽可能的展开所有的讯息，好，来，没关系，我们就先看3个时间点，好，3个哈，来，我再洗一次，抽上下中哈，来，好，我看一下时间点的，基本上这3个不算跳成3个时间点，我觉得它聚合了在某一个区块里，它没有很遥远，它就我不讲月份哈，我就讲秋天刚开始不久，然后一路到冬天的正中央，就差不多是这个区块。这个区块，如果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它就是新恋人出现的趋势很强哦，趋势比较强这样子。那从牌面上有发现哈，在这一个区块的正中央，整个讯息有可能会到达一个很大的高峰啦。然后这边也偷偷说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你们在秋天的初期可能会有一个很淡的见面，不知道是初次见面还是再次见面，我就觉得它比较偏向于初次见面哦，我觉得它比较偏向初次见面的状态。好，让我感觉一下，然后到了，简单来说，它这个整个流程啊，哈，秋天初期可能会有个初次见面，然后中间可能会有约见面几次，然后感情的升温、关系的升温、朋友的关系的升温会加速在中间的时候，就大概到秋冬这一个交界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的加强，哈。然后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有你们2个的沟通各方面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而那个时候的沟通会达到一个比较像生活上的哈，可能你们生活的步调也差不多，然后每次约出去的时候也大概比较知道彼此的兴趣跟喜好，然后约在一些固定的地方这样子，然后聊天会聊一些比较生活的。但是从这一个逻辑上面来说，我没有觉得他会直接进入到爱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系上面的初步的建构哈。那我问一下，所以如果这个关系发展的不错的话，哈，真的会比较进入爱情的状况是在明年吗？明年开始才会比较正式进入到爱情的轨迹里，因为这里哈只有刚开始初步认识的时候有一点点爱情的轨迹跟进入到爱情那个状态啦，哈，就是你们2个见面的时候，整个心理上哈、心情上、概念上是比较像是好像初次见面就有一种好小小的暧昧、小小的恋爱的感觉，可是你们会花2-3个月的时间相处，是以朋友的状态相处下去，哈，来我看一下。我就问一张恶魔牌来，觉得是不是再这样往下，大概明年的时候，爱情的讯息就会比较出现哦。好，这张
就是爱情的感觉、直觉，感受到对方是喜欢彼此的一种明确的感觉。我相信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大概就已经有一种很淡、很淡、很类似爱情的感觉。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要确定，这里没有那么多确定的感觉。大概秋冬交界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他还不算是要去确定感觉，而是有比较在乎这个人的感觉了。但是还没有要进入到爱情的那一个情境跟氛围里。好，来看一下。明年这张牌并没有直接说要进入爱情，可是他有讲到一个窍门。他说明年你们可能开始会变得比较好的时候，可能会好到会比较多的去抱怨自己的生活，把彼此当成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交心朋友，会去抱怨，可能会开始想要记得这个是一个动作哈，开始想要抱怨一些生活上的不满啊，或什么，因为你们的关系变好了嘛。那这张牌说千万不要，讲了那么多次叫千万不要，还不要哈。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有做这一个提醒，就是还不要。那我又再翻一张牌，他说其实整个关系还是要处于慢慢的。我跟你说，其实在翻这3张牌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要出现这张牌了。或是出现这张牌的寓意了，好，结果我真的翻出来了，就是要慢慢来。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因为我觉得它整个节奏，我有的时候感受到这个节奏，我会去，如果你常看，你就会说，我会常常去感受到水节奏的时候，我会用水的状态来去感受一下现在的节奏。有的时候我会说，它平静的像湖水一样，就算有强风吹下湖面上还是一点波澜、一点水纹都没有。好，因为用水，我觉得大家比较能够理解那个心情。而今天这题我在这2张牌翻开之前，我只光看这里，我就一直有一种，你们到傍晚的时候去海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直觉，感受上的一种缓慢变慢，海浪的声音也变小声。海浪打上岸的时候，它退回去的时候，跟沙子嘶嘶嘶嘶回到海里的那一个声音也变慢、变淡、变小，好像有一种落寂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平稳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安安静静的归去、回去、平淡、缓慢下来，慢慢的在海边散步，可以看到脚印，每一步都是慢慢的踩、慢慢的走，不太像是早上，不太像是中午或是炙热的阳光的时候，会有一种奔放，感受到海浪波动。水花奔放的那个感觉好像没有了，到了傍晚后，它就是暗暗淡淡落寂简单的感觉。我在看这3张牌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这个氛围里，所以我才会去提问说，那明年是不是节奏就要进入爱情？可是其实在我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会这么快，所以我在得到一个验证。虽然这张牌没有告诉我这个验证，可是这张牌却完美的验证了我的那一个想法。所以光这一个双重，我的直觉跟这里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你在秋天遇到这个人啦，你就我觉得在秋天秋天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一个喜欢应该还蛮淡的，然后至少会有一个交到新朋友的感觉，还不错的新朋友的感觉，认识到一个新朋友的感觉，他好像会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以朋友的角度产生的某种亮点。他会越来越亮，他会该怎么说？你如果今天跟他传讯息，无论是哪一种讯息都可以，或是有见到面有讲话，如果你们相处的时间太久，或是过久、太长、偏长之后，那一个在意跟对方的那个存在感会加深，可是它是一种递减、慢慢变弱的状态。所以你们每次见面聊天，隔了几天或隔一礼拜再聊天的时候，那个情况会再重来。然后再重新。可是如果你太密集的话，那个在意情绪的连结就会出现，那这个人就会给你这个感觉，他会变成某种习惯，他甚至会变得有点上瘾，
然后你可能会有点脑补他现在在干嘛，那就是这个人。好，但以今天这张牌的节奏跟看法来说，他觉得你们每一次的对话最好都有一个停滞期，上来掉下来，然后再等一下，再上来，然后再掉下来，这样子哈。上来，要怎么看？这样子，就是说你们对话了，整个情绪上来，然后就停一下。然后再上来，然后就停一下。因为它这个差别在于什么？每一次上来都会再高一点，然后再高一点。它的慢慢来的定义是这样子，它的慢慢来的定义是这样，你就想着那一个我刚说的海浪，它有时候上岸会高一点，然后回去；上岸会低一点，然后回去，差不多是这样。这个是你们的相处累积的一个方式。然后秋冬交界那个时候，频率会再偏高一点。但是最后还是要再慢慢的这样。那通常啦，他会用这个节奏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慢慢的走向，会有一种无声的告白的阶段，就是不小心的，就能量累积到了某个满点的时候，就会不得不去表达对彼此的喜欢的状态，就会跑出来了。那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节奏比较健康啦。好，那大致上时间点的。展开大概可以先到这样子，我先让你留一个概念哈。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灵魂交集的地方，我来再做展开哈，因为我觉得这一题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来看看，如果真的在秋天初期的时候，你们遇见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那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状况应该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趋势哈？我看，看一下哈。好，这张我大概知道炼金的牌在暗示什么了。我先把炼金的牌抽一下，我来看一下对照，看一下它对照出我要想讲的那个方。好。你们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依照这张牌来说的话，你们在意识上面哈。其实我常讲意识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比较偏向于，我有时候看这个牌，它不一定是预测，它比较像是说你当下的心理状况会驱使你去怎么行动，然后那一个意识、无意识或是意识的状态会有一种冲突或是交错哈，它会让你有很多当下的感觉，而去驱使你去做某些决定、某些动作，对方也会。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当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意识上会发现你们的交流、交集还蛮多的，而且会产生一种甜蜜、舒适的对谈的方式，然后会促使你们有更主动的对话，更多的去找话题、去聊天这样。而且从这张牌跟这张牌的对照，会发现你们的主题有可能会趋向于讨论爱情的价值观，跟以前的爱情跟现在的爱情，你们会在这一个题目上面会找到很好的交集，然后会产生第一次很好的对话和印象深刻跟存在感，会记下这个人，会知道这一个新朋友的出现，然后他延后会延伸，会发展出这一个连续。第一次会有一种好像类似爱情的感觉，主要是因为有爱情的题目在你们之间在做讨论，然后你们会一直连续大概2-3个月都会有蛮多的对话，无论是私下的或是约出去的聊天都 OK， 会成为一个朋友的状态，然后再到这里主动的状态的时候会再上升，因为你的话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然后就会达到一种平稳平静的节奏，去创造了你们的以朋友为基底的一份初期关系，就这样开始展开了。但是这样展开的开始3-4个月的时候，其实爱情的能量有在酝酿中，因为你们的话题似乎时常离不开有关于爱或爱情的能量。那这张牌在暗示一件事情是，你们在这种对话里面会产生一种反省跟悔恨，
反悔、检讨，但都不是检讨彼此，而是检讨过往。你会成为你们的一种分享跟讨论，可是让你们的关系会更加的紧密起来，然后在一种无声的无意识的状态里面，身体心灵一直在渴望着去培养某种好像爱的关系，可是这不是你有意识的要去做的，而是身体会有一种无法自拔，或是某种渴望去创造话题的时候，心里会有这个反射，去想要去都去讨论到爱的东西，其他人的爱的东西都 OK， 即便最后讨论到没有话题了，还去讨论到别人的八卦、别人的故事都 OK， 但你们就想要用这一种话题去维持彼此的关系。记得这一个关键点会跑出来哦。那缺点呢？这份关系的缺点是什么？你们的讨论、聊天，如果要把它当成缺点的角度来说，就是太过于以情绪的方式来去做讨论，而不是用一种高度的理智去讨论。其实啦，我讲一个简单的，你们就只是想聊天而已啦，你们没有要真正分析其他人的故事或什么，你们只是想要互相听故事而已，就这样。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责怪，不是说责怪你们没有好好的用逻辑跟理智去讨论这件事情，而是你们本来的关系就不需要这么在乎事情的逻辑，只是想要互相交换故事，想要达成一个长时间的聊天，不要离开就好了。它有一点像是小时候或是很年轻的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有自由的时间可以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会出去，然后就会找个地方待着，即便只是便利商店的椅子这样待着聊天，也不想回家的那一种感觉，很纯、很单纯、很简单，没有太多的渴望，只是不想回到原本的世界，或是回到原本的故事里，然后跟这个人在一起，两个人交换故事，回到那一种交谈会好像进入到新的故事线里的那种舒适感，这样子。那在这几个月，你们可能会去创造这样了哈。所以，我再看一下这，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冲突点哈，他似乎在告诉我说，也许秋冬的时候你们关系会到达一个比较好的高点，可是那个就会进入一个平台期，它就是到了这个高点之后，就到了一个山顶。好，你到了山顶才发现上面是一个高原平原、高山平原，它就是一个平的了，再也没有再更高的山了。你们很快就会进入那一个状况，然后接下来到了冬天的中间的时候，就会进入到一种各方面节奏感、聊天内容，以朋友在进入好朋友的这个基础上面，达到一个很好的协调。所谓的很好的协调，就变成说，你们变成是要去哪里都 OK， 要聊什么都 OK， 要吃什么都 OK， 没有什么纷争，没有什么，就变成是一个很不错的协调关系，很平衡，很平稳哦。而且会被凸显出这个平稳，因为好像你们跟其他人相处都有一点高高低低，好像要我这里也不能说是太自在，而是很难形容的一种协调感啦。好像这个人很容易接住你的话，你讲的话他也很他讲的话你也很容易接住，这样他讲的东西你很容易知道他下面要讲什么。但是他又不像是基础点是设定在你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哦，反正他就是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土能量的默契，让你们产生一种很久的平衡啦，很难形容，很难形容。因为从远的位置跟这个位置都说，你们两个人的相处就是一种很 pure 的和谐，有点类似你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交到好朋友，而且是有意识的好朋友，我不是幼稚园或托儿所那种好朋友，那个是比较无意识的，就是只是舒服开心。好像你上小学的时候，你可能到3年级、4年级的时候开始意识到你有朋友，你有好朋友。你发现班上有些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就是那种很 pure、很纯的那一种感觉的协调，去哪里都要一起，上学放学能够一起就一起，然后坐校车、坐公车能坐在一起就坐在一起的那一种和谐感，这个是你们这一组会跑出来的一种很奇妙，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和谐感哦。那我比较在意这组牌所
所带来的第一次见面里面，它出现了这张。我在意的点是，他这张是说，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放开出一个程度去表达比较多真实的自己。那我在意的是，为何要到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才有比较多展现自己的那个样子出来？那你们原本没有吗？那我在意的意思是说，你们彼此的遇到的时候，是有什么钥匙跟能量，让你们产生某种信任跟舒适感，才这样打开。即便现在我先不找那个答案，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自在的，就觉得这个人虽然第一次认识，虽然认识不久，好像我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就像他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讲的感觉是一样的。记得他会有这个关键时刻。所以照后面这里讲的一个时间感节奏的发展下去的话，也难怪会说到明年都可以慢慢来就对了。因为你们从认识开始这个很友好很舒适的状态，好像也没有必要这么快就跳到恋人这个状态。是有是无，像有恋爱又没有像恋爱的状态也还不错，除非啦，虽然说我这边没有看到我要说的那个除非的内容，但是除非啦，你们两个真的遇到的时候，非常非常强烈的觉得那个在意无法抗拒，一定要立刻变成一种全新的新颖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说。只不过我在这边所看到的能量的趋势，或是转换成你们两个人遇到之后两个人的意识的走向，我觉得都没有那一份冲动，都没有那份冲动。那通常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来问恶魔牌，来确定一下。我说，我觉得没有那个冲动，他怎么看？我看一下，就2张哈。我来大一点延伸这2张牌的说法哈。第一张恶魔牌说，因为从初期你们遇到的时候，就一直存在在一种非常棒的高级的自在之中。那这份自在掩盖了非常多的渴望。也许自在的感觉就是你们唯一在追求的渴望啦，你也可以这样形容哈。也不能说你们有某种默契，没有要立刻成为恋人状态。但是我总觉得恋人这份关系的确定，好像不小心被包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成为了某个小钥匙，已经先打开了一点点，或是打开了一个程度。所以在你们两个的默契上，你们会有一种似有似无的觉得我们已经在恋爱中，只是没有要确定，有可能有这个节奏。主要是因为那个自在的感觉很重，所以你这边还要再注意一下，就是你们遇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非常自在的感觉，即便他只是一个新朋友，他会有这个冲突感哈。新朋友却让我觉得这么自在，新朋友却让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无止境的聊天，我接得住他的话，他接得住我的话。好，这里针对我刚刚说你们没有那个冲动去，可是他这边偷偷说了一个小秘密。他说，即便你们两个人第一次相处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冲动要立刻往恋人的状态概念上去走的，但是你们俩的关系确实有在一直在缩小中。可是这个我前面也说过了，这边就说了嘛。而且我这边说的是两个能量最好的时候，可能就在秋冬交接，那也就是他说的所谓的缩小中。可是这个时候就缩小的更快，这样。可是记得我刚刚说的那一个平台区高山平原的那个平台区，那个时间会蛮长的哈，因为我确实没有看到更高更亮的一个状态的讯号会在你们开始进入很高天花板之后有没有再出现。我觉得我至少在翻对于明年的看法的时候，我都觉得到秋季前后夏季之前都没有再看到更高的山顶
好，我觉得一号牌讲的蛮多的，我觉得可以到这里去，先到这里就好了。当然，一直往下翻都还有啦，但是我觉得先到这一组的讯号就是先到这里哈，看看它会不会落在别的影片。那一号牌就这样哈。那这个新恋人的讯息出现的时候，我觉得爱情的感觉其实在第一时间就有出来，可是你们相处的形式不会先往那边走。记得我的用句哈，不会先往那边走。好，你可以感觉一下，不要急。这组有好几张牌都说不要急，慢慢来。好，那这就是一号牌的朋友，那我们就先到这。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号牌的朋友，二号牌。好，一样，继续来看我这个时候的灵感要从哪里翻哈。不知道为何这牌在叫我，但没有理由。突然有一点被这张牌呼唤着要用它，但是没有提问的理由。所谓的没有提问的理由，就是我没有要问这组牌。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要问什么问题的直觉耶。好，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新恋人。那没关系，我们从这张牌来去衍生一个题目好了啦。很简单的，他现在靠近你吗？他在哪吗？他跟你的关系附近各方面的哈。来，我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直爽的题目吧。我们直接来问他在哪？他在哪？简单简单开始来。好，等一下哈。我没有特别的灵感，应该要从哪一个牌阵区块，然后我把整个牌阵展开来看一下好了哈，看一下我的牌阵的展开。好，我一次把它翻完哈。好。这里也翻，好，一次都翻完了，对我来说没惊喜了。我看一下它的附近范围哈，它不在附近哈，不过它从工作的范围里面出现的几率还蛮大的哦。为什么？因为它现在好像，如果今天这个牌阵的点啦哈，我们是只看它啦哈，我们从它的意识状况来去推敲它现在的状况，跟它要往你这边行进过来的一个趋势哈，一个趋势。我先说，他现在可能有人在帮助他，在工作上有人在帮助他、提点他、指引他哈。然后他也还算是正在适应的，还不错。但是目前在适应中有一些瓶颈，所以有人在帮助他什么的这样子。那我从这个趋势里面看到某一些很小的一个路径哈，就是可能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工作范围里的。可是有一些工作的联系而你们的工作类别可能也不太一样。可是有一些工作的联系可能会有一丝丝的牵连到你这里。然后从比较近的能量就是说我不确定你们两个多近啦，但是有看出来你们两个人的世界、两个人所在的位置、两个人所在的领域的边界有所交集。它就是两个圈圈，你们两个是在不同两个圈圈嘛？可是这圈圈边际这里有一些重叠跟交集，在这里有产生，然后呢，一点点东西有一些工作很细的联系，但至少有联系到在最近的距离里面哈。然后从这边还看得出来，目前不太能够创造出什么。那如果以内在灵魂的视野去看彼此，就这样，就是说，如果内在意识已经意识到有这个人，他的内在的那一个意识，他也意识到有这个人这样子。可是以肉体的感觉上是遇不到的，也看不到，就是我们的视力什么看不到。可是以能量来说是看得到的话，我没有说他一定看得到，说如果看得到的话啦，
那目前是有一个可以行走过来彼此的一个路径，这样，可是没有那个方法哦，没有那个方法，没有那个方法，是因为以我们平凡人、凡人肉体的能耐来说，目前还没有那个故事线，还没有那个事件，还没有那个灵感，还没有那一个事情，还没有创造那一个这样子。即便内在的能量已经看到了哈，所以你要记得，如果说已经看到了，那就表示说差不多在某一个时空里面算靠近了，算靠近。还是有一些远望的感觉，可是真正有扎实影响力的牵线的能量啊，创造路径的能量啊，桥的能量哈，不是说没有，而是都还算是摇摇摆摆的，很薄弱，不是一个很扎实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很不错的桥梁，很扎实的桥梁，可以盖在河上的桥梁，不是这个。那它也没有到山与山之间的吊桥哈。绳索式的吊桥也没有，目前看起来大概就只有一条绳索有连接，但是串流到彼此位置的工具啊、滑轮啊这些都没有上去，就只看到联系，好，但是怎么通往路径那个能量都没有出现哦。好，那所以从这里，目前我觉得不算物理上、肉体上不算近。但是也没有，但是在空间上、意识上、环境上没有远。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应该是在差不多的范围里接收差不多的讯息，所以以群体或是群体意识、集体意识来说，你们接收的讯息差不多。所以至少在概念上，你们应该是在差不多同一区的，可能有相不同的兴趣哈。然后差不多时间，生活的时间轴、生活时间表。也差不多，因为你们好像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里吸收差不多的讯息，喜欢看的媒体，喜欢用的软件 App 软体 App 或是什么都差不多，甚至喜欢打的游戏啊、看的电影、看的影集差不多，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个角度上的共同点蛮多的，所以可以看出来某种未来性，然后在你们遇到交流、聊天各方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们的世界不太远。我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部分。那我们回到牵连到彼此、遇见彼此的话，现在最好的一个路径，我认为会先以工作这个作为引子，它可能会有一些介绍哈，它可能会有一些你需要或他需要工作上的帮忙或者资源，然后支持援助的资源，然后会有一些联系这样，可能呢目前看到最近最短的这样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翻一下时间了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时间感哈。时间感的跳跃，看能跳去哪个位置了。来，三个一样哈，三个时间点，我来抓一下这个时间感的，它到底是一个区块还是三个时间点？我再看一下它三个时间点的强弱哈。看看天使历法给的时间点的跳跃，好，其实，这个它有两个特别的时段哈。但是其实也没有差太远啦。好了，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们在这一个秋天，整个秋天看你下一个要遇到的秋天如果工作上没有遇到一个新的出现的人，然后你一看就蛮喜欢的那下一个时间的变革，就是要等到
双鱼、牡羊生日的前前后后，差不多那个时段，因为那个时段他那边应该会有一个工作的新转换，他的现况的转换哈，然后他的能量会有所转换这样。那这边只暗示了这一个转换是你们两个关系跟能量的一个蛮大的助力，我觉得是助力了哈，因为它有一个跳跃感，它有一个下往上的跳跃感，而不是左往右、右往左的这个跳跃感，它是下往上的跳跃感。那这个跳跃感会让我觉得会在你的视野里面显现出来、凸显出来哈。那这个下一个春天的那一个事情，我们就先跳过。我觉得大概提示一下哈，这可能就算一个 B 计划备选计划。那我们回到秋天的这个状况哈，秋天的状况你们很有可能会遇到，而且不是在工作的，可是它会在一个比较凌乱的人际关系里面不小心遇到，或是不小心靠近哈。有一点点会有一些短暂的对话跟交流，可是能量连不太扎实，能量连接我觉得不扎实哦。它因为我觉得近半年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是属于一种混乱、混沌、混乱的状况哦。它没有一个它抓不住任何东西，有点像是随意乱洒的雨水，用水杯接不住、接不太住，这种概念，但是会有雨水，会有散乱，会有感觉，会有出现这个状况，可是接不住这样。但它往好的方向走，这个秋天你们可能会有第一次的近距离的接触。所谓的近距离的接触，就是说有可能有对话到啦，有反正就是有对话到，内容的深浅，我觉得很难探讨，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随机的、混乱的、随意乱聊的遇到这样。而在能量的眼睛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没有看到彼此的好坏，就只是看到而已。在秋天这个时候，最近的所以在我自己，我是觉得这一股能量的暗示就轻描淡写的让它掠过就好，碰过就好了。可以对于这一个人可以更期待的可能就下一个春天的中间开始那一段时间去体会这个新的人的出现，我觉得那个感受会比较明确。这样，那然后以灵魂的角度，用灵魂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是用一种节奏缓慢的方式去让你们慢慢的凝聚在一起，慢慢的认知到彼此。它的节奏其实是慢的，可是有一个好事哦，你们之间一直有不错的水土能量在培养某个我现在还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它一直在培养、滋润，在不算等待，它比较像是已经放下去了，反正时间到，它就会出现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东西丢下去，这个种子丢下去，这个在等着这样的东西丢下去，它还无关于你们两个有没有先遇到，好像不在乎遇不遇到，好像就只无论前面遇到了，比较晚遇到了，时间点到了，它就存在感跟那一个具体呈现在彼此面前的那个状态啊，那个事件就会直接的给你们这样。它有一点点像是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就是如果你看了一个小说，你不小心先看到了结局，你被剧透了，就像你被剧透了，所以前面发生什么事情都觉得无关紧要了。这一组就有点这个概念，所以它才会整个牌看起来有点无精打采的，就是没有一个推动力，好像只是过场，时间过去就好了。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工作上联系什么之类的都不重要。他目前感觉这样的一个推力比较像是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就答案就出现了，就这样。前面任何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先遇到什么的，好像都变得不重要。他这个牌面，它一个软弱无力的感觉，很多东西都是好像有一点什么，又没什么这样子哈。那而且在于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有点没什么力气去推动，主要是他没有力气去推动，是不是说不想去，而是
没那么重要。就像我刚讲的，已经剧透了，所以前面演什么就没有那惊喜了。这样，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阻力，就是原本应该可以快一点，结果你跟他对于要走到遇见的那一刻，节奏也是缓慢的，这个很难诠释。就是说，如果你们的能量已经看到彼此，然后概念上是更积极的、更渴望的要去遇到对方的话，其实是可以提早的。那他不提早，也不积极，慢慢的走，还会遇到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其实你们是对齐的，你们是对齐的某一个相交的点，就慢慢走就走到了这样。很奇妙哦，这一组它处在一个很淡、很淡、很淡的遇见，好，所以它也会变成是一种很轻巧的、很不知不觉的，这个人就站在了旁边，这样出现这样，而且它也暗示了他有可能在你们两个非常没有渴望的心情，或者没有期待的心情的时候，就这样出现了。不期不待，就这个意外惊喜就来这样，它就很像是个人无意识的状态。你越不怎么样，现实就越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可是这个很难控制，它这个本来就是一种反弹哦。那我大概可以觉得，他前面这个软烂，他可以前面这个缓慢，他觉得这个偷懒不积极，就刚好塑造了这个不期待。然后他这个个人无意识的反弹就弹回去了，哦，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连续，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这样子一个已经定下的规矩，类似这样，所以就变成这个已经被剧透的小说，在能量的眼睛往下看，就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啊，他就已经是，反正就到那个时间，他们就会遇到啦。那这个时候就他们两个就好好的去享受这半年这几个月。开心的过自己喜欢的自己，不要特别去追求爱啊，反正它就是会出来。它的概念是这样，你有听懂那个讯号了？好，那这只是其中一条线，是其中一条能量比较隐晦而不薄弱的线。我先跟你说，这一条线虽然看起来很软烂，慢慢的走，好像无精打采的，可是那一个我刚刚说牵连着两座山的那一个钢索，却是扎得很稳固的。它不代表，它没有任何滑动的机具，没有把桥这个路径真的做起来，这样不代表它本来的这个钢索是不牢固的。从这里、其实都看得出来，你们原本底下的那一个连接是非常牢固的。哦，就是说你们没有断掉的机会，或是没有断掉的可能。它也无论是被动或主动。走到了你们相遇相交的那一个位置，它就是有一个能量扎实的要让你们去那边遇见，这样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遇见的那个时候的状况啊。来，我用这个大概5张哈，大概看一下遇见那个时候是什么哈。看看有没有，我看看有没有很明确的，我们就来预测，就看秋天了哈。那个春天的就不看了，我们就看秋天哈。秋天那一个我觉得很薄弱、一闪而过、很混乱的水能量，那个时候遇见是什么？简单看哈，因为我等一下来帮你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大概3个点哈，来去琢磨一下，让你在遇见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有概念哈。好了，我看到第一张就已经出现了哈。来，简单来说，慢慢就会走到，慢慢就会走到。可是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并没有那么觉得很好相处，或是很投缘、很有感觉啦，哈，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然后也不会熟识起来，因为我觉得这边有看出来那一次第一次见面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小小的不投机，好不投机，而且他还有可能有一点点意见相左，两个人讲话对话的时候有点意见相左这样，然后两个人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不同的概念走这样，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对话的交换，可是聊完天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自己彼此是同一个国的、同一个概念的、同一个这样。第一次的对话，我觉得并不是说不好，而是他没有达成什么很好的连接。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就是过场遇到这样子，很多好的能量它就是倒过来。
哈。但是这边又说，可是那一次的遇见确实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了。可是开场的并不像一些美轮美奂的开场，或是比较浮夸的开场，没有，它就是一个很暗淡，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没有成就什么东西的一个开场，这样它就过去了。这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这样哈，果然跟前面如出一辙了哈，没有什么太多的转换。的确，如果你硬是要觉得说他秋天一定要遇到的话，那他就是一个遇到而已。好，小说里面一两句或者一段就可以解释的一个巧遇到认识这个人，然后可是没有蹦出什么火花，没有什么这样，但是他总要有个开端，所以你就当做说那个秋天的遇到就是整个你们关系出场哦，这个角色出场的一个概念哦。好，我看一下，从这边看一下性格上的哦，看一下，我翻一下3个性格，简单。好。我看到啊，好，是让我想啊，我觉得他是这边有一些小转换哈，我跟你说，他有可能在第一次跟人见面的时候是他主动跟你来聊天的，有可能哦，他蛮像是他会主动来跟你聊天的哈，因为你可能在某些外在啊特色哈，因为我们这边都还没讲到一个外在五感比较浅的能量哈，可这边有看出来就是他有可能是比较主动的跟你聊天的那一方啦。可是虽然我们可能说一开始聊天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产生什么火花或什么，可是这个契机的开门哈，可能是他的主动会出现哦。他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词不达意哈，因为他跟你的不熟悉，然后他也没办法抓准要怎么跟你对话的方式，所以你有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的性格有点张扬，有点夸张哦。然后他有可能他讲的笑话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就有点，我觉得一开始你们两个就是很奇妙的一种有留下特别印象的撞壁。有留下特别印象，可是也不是什么很好的印象哈，有一点点撞壁啦哦，然后可是我跟你说，他其实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虽然这些，他还是会很细心的去观察你这样，只是整个能量哈都没有很支持第一次会产生什么很好的火花啦这样。我这里其实从个性上或者从这里，其实没有看到他是因为喜欢你，然后特别第一次印象就觉得很喜欢，特别去跟你讲话。我觉得比较多的是他有一种好奇心，他觉得你可能很特别，第一次可能觉得你很特别，然后想要跟你多聊天、多靠近这样。可是发现很多事情都不顺。但是我从其他这里，我发现这个秋天你们的两个的能量跟心态上面都有逐步在对于爱情的出现是处在一个下滑的阶段的这样，所以到秋天遇到的时候也是处在一种半放弃的状态。所以有人来跟你讲话，他去跟你讲话，都还是处在一种比较随机一点，比较不那么期待一点，比较打发自己一点，比较我已经在这里了，那我就找个人聊天吧，看看谁我觉得很特别、很有感觉，我就去聊聊天吧什么的。虽然他意识上不会那么明确，觉得说我就是想要打发自己、打发时间，这样不会。他也是有兴趣看到你觉得你很特别来去跟你聊天，可是心里的那个期待、渴望就是非常淡、非常非常淡。相较于你从整个能量的看来，其实你们两个大概都处在这个点啦。因为从你们要走去那一个相交相遇的那一个时间点来说，前面你们算是某种能量上的平衡跟对等这样。所以从这里再看到，如果真的到了春天，你们两个在相交遇到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两个人的能量、个人状态啊，跟期待、跟欢欣、心情、兴奋的感觉的时候，都好像会比较完整一点。
然后那一次也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共同的话题，很好的话题，或是那个场景，或是因为是在第二次见面，然后所以那个初期的陌生感跟熟悉感。陌生感就没了，熟悉感就出来，然后也有可能去的那个场合是你们两个也觉得没有很开心，可是却难得在那个场合里面遇到唯一认识的人，或是少数认识的人，所以两个就变成是可以聊天的对象，反正上次已经遇到了这样，所以就在那一次之后会比较更松，会比较开朗哈，正能量会更比较强，所以那一个时候，就像前面讲，他可能就会有往上跳的一个概念，还有加上前面已经说了，他到那个时候，对方他其实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变，所以也许他那个时候带来的全新的能量，他所展现的个性的方式，你就比较没有那个碰壁的感觉了。所以2号牌的朋友他会有这个两段的状况哈。好，我来最后来看一下啊，我来用2张恶魔牌来看一下，对于这整个流程哈，他们怎么觉得？3张，我给你3张恶魔牌。好，就简单述说就好了哈。其中2个恶魔牌说，你们差不多哈，你们之间的一些坏能量，或是你们生活里面的坏能量，也慢慢在远离中，然后你们在下一次的遇见，或是再遇到这一个人哈，其实都会发现有一点点，慢慢会发现你们两个的相处模式，或是眼前的这个人所带给你的概念，跟平常以往你所认识的人不太一样，会有点超过你原本的经验。你原本的体验，反正它就是会带来一个新视野。其实这整组牌出现了2次愚人牌，它其实都有暗示说，这一次的遇到，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新的篇章的翻开。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个初期的状况没有那么理想，可是它终究还是走入一个新的篇章哈。然后这2个又说，其实要注意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彼此都会带来一种很奇妙的新视野，但是这个要后面慢慢的琢磨，慢慢的体会一下才会出现，可能就真的是要到春天以后。它才会慢慢的来。那这张我讲那么多慢慢，它这张就是讲说慢慢来，它没有那么快，可能就近期没那么快，后面可能就会再发展起来哈。所以真正的整个时间的跳动，可能就在秋天以后，然后慢慢的相处，可能真正的一个亲近更好，有印象，相处更多的水能量在爆发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到春天的时刻了哈。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这组比较平铺直叙的往前走，它没有什么暴跌，没有什么大火花。可能整个走向跟期待感跟那个你们两个的相交的点，就是可能到下一个春天的时候才会比较明确好，那就这样哈，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虽然有点久但至少这个路线我觉得是稳健的，慢慢的往前走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3号牌的朋友来，今天的题目新年人考很今天好妙，今天的时间都讲的比较久来回来我们来看一下我要从什么点切入那我觉得我有2个，对于3号牌，我有2个能量的时间点的直觉讯号。我不确定我应该要从哪一个点发生所以我直接问了恶魔牌来去看他的这个情绪的推论，会比较希望我往哪一个时间点去来。首先，看一下第一个时间点是，我觉得他已经慢慢的靠近了，只是他还没有进入你的朋友圈。那第二个时间点是他已经进来了，他已经开始在认识你的朋友圈之类的，然后开始要慢慢的要认识到你了。可是其实这2个点都是还没有认识到你，只是这个时间点的位置这样。那我不确定事情这个是已经有先发生了，还是已经到了这些我看一下这个牌的能量的趋势怎么说。来，第一个还没进到这个圈第二出来在圈内了看一下，看他哪一个，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含糊的啦，它没有那么明确，可是它会有讯息会出来是不是？我觉得这一个因为这张牌还在，他有讲一个他要进入到你的朋友圈的一个讯息，就是可能有一些意外的好事跟意外的转折让他
突然要走去的方向，突然他人生想要往的方向，他的人生各种能量确定他的要往的那个方向，他突然遇到了某个好事，而且是不劳而获的一些事情，转变了他接下来的可能人生的选择工作啊或方向这样子，然后就进来了这样。然后他在你认识的朋友的这个圈子里面，他其实不是刚进来，他已经进来好一阵子了。因为这张牌在说，有一些对他的评价、评论、言语的误解正在消散中，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运作过，然后渐渐再要出现你这里。所以以这张牌来说，我觉得他应该差不多要呈现在你附近的时间感距离，我觉得没有很远，我觉得已经在算是蛮接近当中了哈，蛮接近当中了。好，到这个点的话，我们就直接突破来看接下来半年到1年的时间点哈。我来特别一点，我翻3组各2张，我看哪一组的时间区块或是时间点能量比较强，我往他那边去展开哈。我不讲3个时间点，我就只讲那其中1个。好，来，我各翻2张哈，来，好。还有1组哈。这个，那我看一下哈。我看这就知道，它不是这里，因为目前我觉得这里先提出，这也是哈，这更不像，这里好一点，但是能量还是不够强，什么这里好一点哈，所以这个位置我先放旁边，这2个位置我再相较一下哈，整个细节。这个好多了，这里真的不行哈。但是我还是把2个可能性抓给你看一下，试试跟你大概说一下哈。这一组是说秋天以后大概来，然后延续个大概2个月多2-3个月之后哦，你们应该也会有比较不错的一些能量靠近，然后那个能量会比较偏向于情感的、情绪的这样。所以如果接下来这个夏天，你真的跟他的交集比较近了哈，然后有感觉到有一些细微的初期的恋爱的感觉在出现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这个夏天，那看起来你们在更亲近的时候，就是可能要到秋冬那个时候这样。夏天会有一个距离感，夏天遇到的时候会有一个距离感，没有办法那么快就进入2个人非常友好或者关系非常密集这样。可是很奇妙一件事哦，你们2个遇到的时候，其实是还有蛮不错的一种爱的祝福的氛围什么的。可能你们旁边的朋友会有一些开玩笑说，你们2个还蛮搭的，或是你们旁边有一些朋友推你说，去跟他讲话啊，然后或是叫他跟你来讲话，就是觉得好像你们2个很配。反正就在你们周遭的人会有某种直觉，觉得你们2个好像可以更近一点，所以会有很多的动作、聊天、穿插什么这样子，介绍大家一起玩在一起，这种一些似有似无、不知不觉的状态，你们2个就变得比较亲近。确实是会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发生，那个趋势上是这样。可是当要走到你们2个感情各方面要这样的比较紧密的时候，可能我觉得都要到秋冬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也不算稳定哦，但是至少会有一些讯息是被滋养出来的，会被滋养出来的这样。大概时间区块是这样了目前能看到最近的这个整个趋势这样，所以近期很奇妙。我在几个月前翻的时候，很多能量都不直往夏天这一件事情。可是现在过了2-3个月之后，我不知道为何翻起来的很多能量，
不管怎么翻时间点，他都不会错过夏天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再讲一次，最近我很常提醒讲这一次，不知道为何夏天中间大概狮子座生日开始了的那段时间，能量都很强，然后它的能量并不完全属于爱情，它就是一个很高涨的能量。那个时候人跟人的距离都有变近，所以最近无论翻哪一组牌，一提到夏天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很强的吸引，人跟人的吸引结合靠近的能量很强。原本不太会遇到的，原本有距离的、有隔阂的，都吸到一起，然后都呈现一种开端、开始新篇章这样。所以记得无论你上号牌的朋友，这可能就多讲这里，因为讲到这里才有一个心得嘛。然后你刚好听到，刚好多收这个讯息，就是我认为最近到了夏天之后，那一个很多人跟人的关系无论说新朋友的关系、新人的关系，在那里都会产生出一个新的篇章，开启续篇都会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这样。所以记得那个时候要多认识人，把你的故事的支线多展开一些，因为我们看了这么多，我发现其实有些线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它都有机会发展成恋人，因为那都还是要比较依赖那个水能量的滋养出来，跟土能量的配合，它长出了什么这样。水跟土，好的水、好的土的配合，就是很难去断定好的水在哪，好的土在哪，可是就是有水土能量在滋养什么东西在往上。好。那大致上这个节奏是这样。来，我们把这个夏天你们第一次遇见的一些状况，我们来翻看看好，我来翻这个好了。这个我就都先放在上面好，我来把这个夏天应该的这个小范围的讯息帮你翻一下好，先翻这几个，我看一下。你看的确，爱情的能量不会在那里发生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啦。如果你没有这个状况，大概就是他可能他有一个特色，他跟上一段恋情结束的时间没有非常遥远不过他已经跨越了，他已经跨过去了。然后，可是他跟上一段恋情，我觉得没有离太远。不用太担心因为他已经产生了已经有更多新的活力出来了。然后他又在工作上面得到了一些新的分心、新的契机、新的赞赏，已经从别的地方产生一个新的活力。可是这个人如果你一定要抓住一些条件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慢慢聊天，然后或是从朋友的耳语，你们会知道说，他离上一次结束爱情的时间真的没有非常久。那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你们夏天那一个时候遇到的时候，他其实对爱情的渴望并没有完全消减，只是爱情或是跟你遇见的时候，也许会有爱情的感觉出现，可是它会呈现一种先不要，但不代表他真的不要，而是他想要，可是他害怕，他有一点点在比较内心深处的位置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东西要出来。这样，有些人是完全可以，他的状况比较像是他以为他可以，可是太靠近的时候，他反而会退缩，他要再等一下，所以他又再回头再去寄情与工作上面的发挥，其他部分的认可，这样，然后再从更遥望的宇宙的视觉的角度来看待你们的关系这件事更密切宇宙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你们会在一番、两番、三番
见面之后对彼此的一个比较很外在的、很虚幻的、很被误解的那一个第一印象、第二次印象，都会慢慢的破解。以我们频道的语言，就是说，你们之间本来也其实有一股浓雾的你们所意识到的彼此，都是一种猜测、触摸、剪影、阴影一种形状、轮廓、细节还没有看清楚的状况，认识彼此这样。然后慢慢的，应该如果照这个天使牌的话，就是可能到秋的时候，是秋吗？我再确定一下。秋天之后那整个形状跟彼此的细节、内心的一些比较立体面的东西、个性的比较立体面的东西，就开始比较浮现出来，会比较清晰。那这个雾气散的速度算快的它已经不算是慢慢的，它已经是很明确的，你能感受到那个雾气的那个所以它在你们两个的相处观感里面，就会有一种不是越来越友好，而是你越来越认识他。你会意外的发现，这个好像才认识不到几个月的人，你好像成为了非常了解他的人之一。你好像作弊了，你好像超速了，你好像跳级的，比他旁边的朋友再更认识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是你单方面去的，我觉得他没有对齐他会比较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被了解。然后他会在你们的聊天很多的被深度了解的状况里面，发现自己跟你的距离还蛮近的。然后大概在这个节奏来说，到秋天以后，他可能这里的暗示是开始就有一些水能量上来了，感情能量就会上来了。他就会有一些暗示是不是有机会然后是不是能够再更往内心更做更多的交流，往更深的东西去谈论这样。这组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可能一开始先认识他的时候，是听到他的事情，他跟谁在一起啊，然后他们怎么分开的，然后事情发生什么这样。如果你在这个夏天认识到这个人，是用这个方法听到，然后又遇到本人的话，记得一个核心。从这张牌说的就是，你之前所听到的都不会，基本上都不是真的。这边说的，我不太确定你会相信多少，或是你会确定多少。可是这张恶魔牌说，因为我要从恶魔的角度去讲啦，他的角度比较像是说，他就是散播谣言的角色。他就是创造那个谣言的角色，所以他的角色就告诉你说，在谣言正在被打破散去，那就表示他讲的是比较准的那个方向。所以他也在映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遇到他的时候，你已经听过他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处在一种谣言，都不是真的，都是强化的、包装的、以讹传讹的，太多过多奇怪的视觉这样。然后再回头看这张牌。这张牌我刚才已经说，从宇宙比较遥望的宇宙密契主义的角度看，说那一个迷雾正在加速的散去，它完全对这两个牌完全对照了，而且这两张牌所带领的能量，所象征的能量是不是同一国的？不是同一国的，甚至是敌对方的，然后却都讲了差不多的概念，所以我们就要更笃定说，这个讯息是你认识的这一个人，有感觉的这个人，你之前已经听过他很多事情了，可是记得。大部分都是加油添醋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对他来说，他很意外，他身边有这么多人帮助他，或是还有那么多的好事，即便他之前可能有一些。感情刚结束或什么，可是他发现他在某个层次上，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旁边有很多人帮忙，这样。即便在他低谷的时候，他工作上还得到赞赏，还得到了很多新的工作的机会，可能让他赚了更多的钱。从不同的方向有在填补他某些受伤跟他需要恢复的一些能量，这样。
所以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在某些状态来讲，他是非常有精气神的，正能量非常强的状态遇到。只是这些正能量、这些能量的走向，其实包含着爱情这件事情是不强的，就是要慢慢到后面。从这里给的暗示，它就是要到秋天之后，才会慢慢有那个爱情能量出现。所以记得你们的相处不要断就好了。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断啊。我觉得你们遇到之后就有一种不错的新联系，联系就联系起来了。好，其实我觉得这组还蛮健康的哈，大概就是这半年之后会发展出。可是夏天的遇见还蛮重要的。不过以我刚刚一开始讲的理论的话，我会觉得夏天你可能会认识蛮多人的。要怎么凸显出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你记得刚刚讲的一些事件的关键点哦。好，其实这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他就是提供了这个讯息哦。好，我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他的性格，我大概简略的去寻找他3个性格的方向好了哈。简单的看，就我不把它深挖，然后就大概提示一下他的性格，让你比较好辨识他出现哈。好，首先他其实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很会洞察其他人的人哈。他不是一个粗心的人，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所以你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发现他观察事情很细微，他其实很敏感的知道很多小细节的东西。这点你可能注意一下，然后再来，我感觉一下，我在想说他是，他对自己要求蛮高的，所以还蛮搭配这个人哦。目前，他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他其实很仔细，他其实很看重自己很多东西这样子，所以他在工作上面才会收到这么多的资源啊、支持啦，表示他那个方面都表现得不错。然后跟他相处是肯定要小心一点点哈，有很多小细节他还蛮注重的哦，也不能说到洁癖，可是我觉得他有精神洁癖这个部分会小小的出现。来在这里哈，那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这里出现这里的话，就可能要讲一个小缺点哦。他很在乎小细节，他又很重视小细节哈，然后他看人各方面又很仔细这样。可是他有一个小缺点，他不太忍得下，或是隐藏自己觉得哪里不好哪里好的冲动。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他说，可能你们一起去吃东西或什么，你就会听到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地方不太好。很多人都会直接放在心里，可是他就会大概会讲出来。他觉得很正常啦，他觉得很正常，他发现他就要讲出来。或是大家一起去参观一些什么园区，或是反正只是一些活动这样。他就很快的就会他觉得哪里做的不够好，应该哪里可以再加强，这个就会把它讲出来。这样，你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批评，可是对他来讲，他就会觉得说没有啊，反正好还可以再更好，我只是讲出来给点意见，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在某个优点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很直爽的人。只是搭配了他对于很容易看到小细节，他对整个分析整个局势各方面，他又很仔细，所以他其实心里有很多的答案。那反过来，我们怎么要利用他这个个性？你刚刚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有很多疑问、疑难杂症，你问他，基本上有问必答，因为他脑袋里装了很多东西，无从发挥、无从发泄，这样。所以，如果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多给他更多的题目，给他更多的讨论，你会发现他其实还蛮好用的。然后不要让他一直在发挥在这些观察其他的事物的给意见，也许像抱怨，可是不太像，他其实都是给的很有建设性的。好好的利用这些，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的小聪明，问什么他都会回答，这样10万个为什么问他都有答案，他不知道他也会立刻给你答案，这样这个概念，因为他的思考思绪各方面都很仔细，所以有很多疑难杂症很难理解的一些排列组合系的东西，你问他，他就会找到答案。而且
节奏很快，很有效率，很有效率。好，那这个就是个性上多讲的。好，那其他的讯息你再接受一下，和感受一下。夏天的时候，它有这个特色，这个人会出现。记得夏天有很多，你可能会认识蛮多不一样的人。记得他有些特色要出现。如果你期待他的话，记得这些条件出现的时候要把它抓住，要维持起来哦。好，那就这样，3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好，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